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1999年，一个住在香港九龙码头尾女童院只有13岁的女孩，叫做阿芳。她在最近1个月里面，每一晚都会做同一个噩梦。在梦里有一个没有头的女人，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：把我的头还给我。几近崩溃的阿芳在1999年5月24日找到了女童院的社工，坦白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。社工听完之后十分的震惊，马上报警。2天之后，警察陪同阿芳来到了尖沙咀加连威老道31号的一栋唐楼。阿芳害怕的连楼都不敢上，只敢用手指着3楼1单元。警员一打开门，就闻到一股老鼠的恶臭味，死老鼠的那种恶臭。打开灯之后，发现墙角有一个美人鱼造型的 Hello Kitty 的布娃娃。警方呢上前用铁棍戳了一戳 Hello Kitty 的头部，发现里面有硬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法医就把这个布娃娃拆开，就发现这个布娃娃里面藏着一个被烹煮过的人头。在布娃娃的不远处还藏着用来烹煮人头颅的这个锅，锅的周围布满了蛆虫，锅的里面甚至还有一些棕色的发臭的液体。经过法医确认，这个人头属于一个职业为夜总会舞女年仅23岁的樊敏仪。樊敏仪呢，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，自小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她的读书成绩实际上也不差。她在做舞女之前是做售货员的，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，结识了一个叫吴志远的男人。他们很快呢就在一起了。樊敏仪还为这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小孩。但其实樊敏仪的生活根本说不上幸福，因为这个吴志远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收入低，最糟糕的是他还有吸毒的习惯。没多久，这个樊敏仪也染上了毒瘾。据说樊敏仪后来因为欠下了赌债，被迫下海卖身，去夜总会当了小姐。也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皮条客陈文乐。当时33岁的陈文乐呢有2个手下，26岁的梁胜祖和19岁的梁伟伦。他们除了平时游手好闲，就是做皮条客、放高利贷还有贩毒。1997年，这个樊敏仪的奶奶生病了，为了给奶奶治病，他偷了陈文乐的4000元现金和手机，但很快就被陈文乐发现了，于是吩咐2个小弟梁胜祖和梁伟伦向樊敏仪追债。陈文乐本身就是放高利贷的，4000元的债务呢，很快就变成了1万，1万又变成了3万。为了还债，樊敏仪怀着孕仍然接客，最后呢，总共还了14000元。1998年，樊敏仪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一直都没有办法再去正常的工作了。而她的这个同居男友吴志远，由于吸毒进了戒毒所，整个家庭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来生活。最终樊敏仪实在是无力偿还，就开始尝试躲避这3个人。直到1999年3月17日，陈文乐命令梁胜祖和梁伟伦去樊敏仪的家里，将樊敏仪带走，并且呢将她禁锢在尖沙咀加连威老道31号3楼的一个空置的房屋里面。当时梁伟伦第一句话就问樊敏仪为什么不还钱，为什么不回电话。樊敏仪呢表情慌张，不敢作声。梁伟伦就一脚踢在他的胸口上面，还一边踢一边数数，1脚2脚3脚，总共踢了50脚才停下来。当时在这个房间里面居住的其实还有陈文乐的老婆和儿子，和梁伟伦的女朋友，也正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13岁的少女阿芳。由于樊敏仪担心自己一走了之的话，儿子就会送到孤儿院，加上他呢可能以为最多也就是受点皮肉之苦，所以呢他一直也没有去想要逃跑。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面，他们对樊敏仪做出了被法官形容为极度丧心病狂、残忍、畜生都做不出来的事情。根据后来的庭上转为目击证人的阿芳他的叙述，樊敏仪被他们凌虐的次数实在是多的数不清，基本上每天他们都会对樊敏仪拳打脚踢，甚至用水管和其他的工具来虐打她。樊敏仪被非法拘禁的第2天，当他们的老大陈文乐还在睡觉的时候，
梁伟伦和梁胜祖就把樊敏仪当作一件没有知觉的玩具来虐待她。他们首先将她烧伤，之后呢又用打火机把吸管和塑料瓶融化了，就像滴蜡一样滴在她的脚上。期间还逼迫樊敏仪忍痛发出笑声，再把辣椒油涂在她的伤口上，令她感到刺痛。根据阿芳的描述，当时樊敏仪的脚皮肤基本上都剥落了长满了一堆的水泡。但是这两个畜生不但没有停手，还将辣椒油和辣椒涂在她的伤口、嘴、脸的上面，令樊敏仪痛不欲生。梁胜祖还不满足，他变态地对着樊敏仪的嘴小便，甚至强迫樊敏仪吃下阿芳的粪便。樊敏仪一直都不敢反抗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反抗或者叫救命，只会被人打得更惨更狠。而以上的这些呢，仅仅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。还有一次，他们几个人在屋里吸毒，也分了一些给樊敏仪，结果樊敏仪的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呢，就会时不时的就把自己的伤疤上的那个伤疤给揭下来。由于那些结疤被撕开之后呢，就会流脓伤口就会发臭。为了不让樊敏仪把这个结疤揭下来，他们竟然将樊敏仪的双手用绳子紧紧地绑在头上的铁架子上，强迫樊敏仪就用这个姿势罚站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后来陈文乐更是将樊敏仪的手指摊开放在地上，再用水管不停地击打她的手指，甚至还殴打她的头部，打得她满面肿胀，头破血流。还有一次，梁胜祖和梁伟伦两个人一起把樊敏仪架起来，让陈文乐用膝盖去撞樊敏仪的胸部。陈文乐呢还一直问樊敏仪问题，而樊敏仪也只能一边道歉一边保证自己不会再犯。在1999年4月中旬左右，当晚呢他们出去玩，回来的时候，阿芳发现樊敏仪躺在厕所的地板上辗转反侧。陈文乐就说樊敏仪是犯毒瘾了。于是呢他们就拿起了一个水管，又敲打了樊敏仪的胸口几下。没过多久，樊敏仪终于支撑不住昏迷了过去。他们几个人见樊敏仪一动不动，以为她在装死，竟然用打火机去烧樊敏仪的双脚。而这一天应该就是樊敏仪正式死亡的前一天。当时樊敏仪满身都是淤伤，长满了水泡，伤口流脓，面部肿胀，可以说是体无完肤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发现樊敏仪停止了呼吸，四肢也变得僵硬。他们本来呢是想将樊敏仪的尸体塞进冰箱里面，但是由于尸体已经开始发臭，经过商量之后呢，他们决定将它放血肢解，并将它的残肢分成一袋一袋，有一些丢到了垃圾收集站。陈文乐呢也吩咐他的2个手下拿一部分去喂狗。至于死者的心、肺、肝、肠子等内脏，他们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面，然后直接从窗户扔到大街上。结果这个塑料袋掉在了大厦1楼的一个屋棚上面。根据法庭判决书，陈文乐将死者的头部给锯下来的时候，情绪异常的高昂。之后呢，可能是为了破坏 DNA 和罪证，于是将人头煮熟。陈文乐将头部从锅里面拿出来的时候，他还变态的自言自语说：“乖乖的不要动哦，我来帮你打扮。”之后呢，他就将一个美人鱼造型的 Hello Kitty 布娃娃嘎开，将人头放在了布娃娃里面。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在肢解和烹煮人头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不但在这个屋子里面吃饭，而且陈文乐的老婆和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儿子也在这个房间里面。他们的冷血程度绝对是令人发指。由于警方找到的证据就只有一包内脏以及一个已经快煮熟的头骨，而且这个头骨呢也并不完整，只有2颗牙，下颚也不见了，大部分头骨的皮肉、头发等软组织呢也已经脱落了，所以警方一直都证明不了死者是樊敏仪，而法医也没办法确认死因。幸好呢，阿芳转为了污点证人，但碍于检控方一直找不到他们的杀人动机，陪审团呢也只能裁定陈文乐、梁胜祖和梁伟伦3个人谋杀罪、阻止尸体合法殡葬以及非法拘禁3项罪名成立，判处3个人终身监禁。这3名行凶者出庭审讯的时候，其中一人听到了控方来描述女受害者被虐打的情况的时候，他还发出了嬉笑声，毫无悔意，可以说是畜生不如。
这个案件的细节骇人听闻，也传出了不少的灵异事件。据说在审讯期间，当警方将 Hello Kitty 布娃娃作为呈堂证供，那个布娃娃传到哪里，哪里的灯就会一闪一闪的。而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判处3人终身监禁的法官阮云道法官呢，也亲口承认，虽然他审案无数，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寻常的事情。这个案件的证物包括布娃娃、藏尸冰箱以及主人头的锅，使整个法庭充斥着尸臭味。据说阮法官回家的之后就将所有的衣物全部都扔掉了。被害者樊敏仪呢，本来是一个孝顺正直的普通女孩，却成了香港第4大奇案的受害者之。如果她没有遇到那个没用的丈夫，如果没有遇到这3个人渣如果她不去碰毒品，她的人生就会是另一个结局。这个案件被称为香港第4大奇案，后来呢也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，例如2000年的人头豆腐汤，2001年的烹尸之丧尽天良。我们会继续更新分享其他的案件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请关注、点赞和订阅。